晴儿，你看看这幅画像不像爷爷呀？啊，这是你吗？是咱呐，怎么了？好像不像嘛。画师听后瞬间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为了美化老朱，他特意将其描绘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富态帝王。可是没想到小青的童言无忌直接拆穿了他的谎言。为了保全自己的酒足，画师赶忙磕头求饶。好在朱元璋此刻心情不错，并没有和他过多计较。为了验证画师的功底，老朱又让青儿上前仔细比对，看看画像和真人到底哪里存在差异。小青听后当即来到画像前，反复对比朱元璋和画中之人的神态细节。爷爷平时比画上的凶。朱元璋听后忍不住大笑起来。他清楚画师的绘画功底没有任何问题，只不过是对自己心生畏惧。为了避免触怒龙颜，他才选择用这种美化的折中办法。随即朱元璋郑重起身走到画师面前，给了他1天时间回去重新画一幅。他不要阿谀奉承，只希望画中之人能完整体现出自己最真实的神态。只要按你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画出来的，咱不会怪罪你的，不管画成啥样。但是如果你稍有浮夸或者不实的话，咱诛你九族。诛九族这3个字在洪武年间绝对不是开玩笑的。画师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马屁竟拍到了马蹄上。为了保住九族，他只能连夜赶工。终于在第2天把全新的画像按时交到了朱元璋面前。老朱和上次一样，依旧让童言无忌的青儿来当评委。青儿啊，替爷爷看看这第2幅画画的像不像爷爷呀？好像还不像。画师听后瞬间感觉看到了自己的太爷爷，他九族的安危此刻全在青儿的一念之间。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，画师直接给青儿跪了。而朱元璋则是询问青儿这幅新画像到底和之前有什么不同。第1幅画把爷爷画了，太好了。哦。第2个画把爷爷画太凶了。朱元璋听后嘴角第2次咧了开来。2幅风格相反的画像道尽了帝王术的极致悲凉。朱元璋十分清楚，这2幅画的其实都是真实的自己，只不过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身处不同位置的人看到的景象自然会截然不同。在普通老百姓心中，朱元璋无疑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皇帝。他驱逐鞑虏，重整汉家山河，恢复社会秩序，减免赋税，振兴农业，让百姓们丰衣足食，人人都能吃上饭。而且只要是大明子民，但凡受到欺压，无处申冤，都可以头顶一部大诰，直接进京告状。可若是放在朝廷官吏和士大夫阶层眼中，朱元璋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。他薄情寡性，对贪官污吏和不法勋贵毫不留情。老朱就像一把出鞘的利剑，时时刻刻悬在所有官员的头顶。洪武4大暗杀的满朝文武人心惶惶，哪怕是跟着他起家的干爹马三刀以及亲女婿欧阳伦，只要敢贪赃枉法，朱元璋都绝不会留半分情面。2幅画像一佛一魔，正是他人格特质的真实写照。朱元璋从不否认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，可他杀的全都是贪污腐化的不法之徒。为了让天下百姓吃饱穿暖，让大明江山千秋永固，朱元璋只能这么做，也必须这么做。最终这2幅画像全都被老朱保留在了皇宫之内。是非功过自有后世评定，他既不逃避，也绝不后悔。随着时间悄然流逝，不可一世的洪武皇帝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冬天。青儿拉着他苍老的手，在雪地中嬉戏玩耍，看着小孙女天真无邪的可爱模样，朱元璋的思绪瞬间飘回到几10年前，他和兄弟们偷偷宰杀刘财主家牛犊的往事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能娶到马皇后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。年少时的回忆就像飘落的雪花，不断在朱元璋的脑海里浮现。画鸡驴，画称王，原型大神却如同浮水雪。难道是？难道不是？快趁热吃吧。给。大饼。王八哥来上场了！听着小汤和近在咫尺的轻声呼唤，朱元璋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